Hello，大家好。去年呢，我碰到一个学生，然后他是魁北克的一个小学老师，他的母语呢应该是法语。他可能是我教过时间最短的一个学生了。我们一共呢上过5次课，在第5次上课的时候呢，他抱歉地跟我说，他觉得他觉得中文实在是太难了。他不觉得自己能够坚持下去，而且能够把它学会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再也没有见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大家都关心的这个问题：学习中文真的很难吗？那很多开始学习中文的人呢，都会这样问自己：中文有那么多的中文汉字，看起来也特别的复杂。发音呢还有4声，你发错声调呢，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意思。那语法呢，跟英语又完全不一样。那自己真的可以学会吗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吧。第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呢，就是汉字。很多人觉得汉语特别的难，是因为它确实和其他的语言有非常大的差异。因为呢，它并不是像英语或者法语是由26个字母组成的。那如果你知道怎么发音，就是在英语和法语里面，如果你知道怎么发音，一般呢你也知道怎么拼写。当然呢，也有例外的情况。但是在中文里面呢，我们的字符是汉字，而且呢有上千个，有几千个。那很多同学呢就会觉得记忆这些汉字非常的复杂，觉得非常的困难，很难把它们全都记住。你们是不是也有一样的感觉呢？所以呢，有很多人学习中文，他只学习拼音而不学习汉字。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，如果你只学习拼音呢，应付 HSC、HSK 是可以的。你甚至可以学习到 HSK3。但是再到后面呢，就会变得比较的困难，因为到了 HSK3 这本书之后呢，它的词汇量就变大了。你们知道，在中文当中有很多发音相同，但是意思完全不同的字或者是词语，那这就会对你的理解造成很大的困难。比如说屏幕上的4个字，它的发音是完全一模一样的，都念是。但是呢，意思完全不一样。第一个表示肯定，你可以说是的，或者它是一个 be 动词，就是我是老师。第二个事情，我今天有很多事情。第三个城市、市场、市中心。第4个室呢，它是表示房间，我们说教室、卧室等等。所以呢，我建议你们，即使你们不想学习如何写汉字，觉得写汉字太难了，那至少呢，或者尽量去学会认汉字，就是当你看到这个汉字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它是怎么发音的，这样呢，对你们的阅读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当然了，我也理解你们，因为当我看到韩语的时候，我也会有一个疑问，就是韩国人是怎么把它们都记住的。除了汉字呢，我相信发音可能也是很多学生一个头疼的地方。那在中文的发音当中呢，我们有4声，而且呢，如果声调不一样，它就会改变这个汉字的意思。那在HSK1第1册的时候，我相信你们大家都已经学习过了，就是妈、麻、马、骂，就是同样的一个发声妈，但是声调不同以后呢，这4个字的意思就是完全不一样的。
我有学生跟我说，说中文呢就好像在唱歌。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当中呢，都会觉得四声有一点点难。而且呢，在中文当中，如果你的声调发的有一些不准呢，可能这个意思就会有些不清晰，甚至呢产生歧义。但是不用太担心，因为发音呢是可以通过多听多练习来改善的。那特别是和母语者交流，多听比如说多听母语者他们是怎么发音的，或者多看我的视频或者其他中文老师的视频。那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呢，可以帮助你慢慢提高你的发音。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可以纠正你的发音，比如说是一个中国人，那就是再好不过的了。但是其实呢，中文也有它简单的地方。那中文不像英文，你需要记住复杂的时态变化。那比如说在英语当中，它的现在时和过去时的拼写呢，就是一个动词，它的过去时和现在时的拼写呢，就是不一样的。那法语就更加不要说了，它所有时态的动词的拼写都是不一样的。而且呢，如果它的主语变化了，如果主语是我，主语是你，主语是他们，它对应的动词的拼写都是不一样的。这样一来呢，你就需要记住很多很多词语。但是在中文里面呢，你就不需要这么做。我们呢是靠词语靠那个搭配或者靠上下文的意思来确定时间的。所以呢，你看到的动词就是那一个。比如说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这3句话：昨天我看了电影，我在看电影，明天我会看电影。那这3句话呢，就分别表示了过去、现在、将来这3个时态。但是你们看到了动词呢，都是看。比如说我学英语的时候有一个困难，这其实就也不是困难，就是说我经常会说错的一个就是 he 和 she。 就是在中文里面呢，我们说不管是男的他还是女的他，我们都说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写中文汉字的时候，这2个他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在说英语的时候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 he 和 she 是不分的。那还有在法语里面呢，你们知道它会有阴阳性，就比如说什么太阳是男的，然后月亮是女的，桌子和椅子都是女的，然后冰箱是男的。这一点呢，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，我是觉得非常奇怪的。那我们不得不说呢，学习中文是有挑战的。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学习任何一门语言呢，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我们不能急于求成。我们需要有极大的耐心、极大的恒心去学习一门语言。那下面呢，我就帮大家总结了几点，可以算是小 tips 或者是小技巧吧，然后帮助你们学习中文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多听。你需要多听中文广播，看中文电影和视频，这样呢可以帮助你提高听力和发音。第二呢，就是多说，不要害怕犯错误，多跟别人练习口语，每次练习呢，你都会有进步。第三就是多写，通过写中文日记或者呢写作练习，帮助你记住词汇和句型。最后一点就是和母语者多交流，通过和母语者交流呢，你就会发现中文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。如果你想要更多学习中文的小技巧呢，你可以去看我这2个视频，我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description 当中。学习中文呢是有困难的，有挑战的，但是呢也是有乐趣的。我并不觉得学习中文要比学习其他语言更难。那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要找对方法，然后坚持下去。
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中文难不难这个话题呢，就聊到这儿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。实在，第一个意思是非常、真的、确实，表示程度，强调真实性或强烈感情。这道题实在太难了，我不会做。我实在不想去参加那个会议。第二个意思，表示某种情况真的发生时的对策。如果真的达到某种程度，那就常与那就等结构连用。实在不行，就算了吧。实在没办法的话，我来帮你。例外，第一个做名词，意思是特殊情况，不照常规的例子。所有人都通过了考试，我是唯一的例外。他通常很守时，这次迟到是个例外。第二个做动词，只把某人、某事排除在规则之外。公司没有人能例外，每个人都要参加培训。应付，意思是对付、处理问题、事情、人等，但常常带有一点不得已、勉强、敷衍的感觉。事情太多了，我根本应付不过来。他经验丰富，可以应付各种突发情况。他只是随便说几句来应付我。我只学了一点点，只能勉强应付考试。一模一样，完全相同，毫无差别。他穿的衣服和我昨天买的一模一样。这两份报告一模一样，是不是有一个人抄了另一个人的？急于求成，过分急着想要取得成功，不愿意按步骤慢慢来。学中文不能急于求成，要一步一步来。他创业失败，就是因为太急于求成，没有做好准备。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你可以去我的 Patreon 上下载今天的词汇列表和文本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要记得分享给其他有需要的朋友，并且记得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